夫君，都这么晚了，还出去？我刚听到鹦鹉叫，以为是小雕回来了，就出去找。结果还真是小雕呢。哎，夫君，你看，女人就是女人，你跟了我这么多年，怎么心思还花在这些东西上？夫君说的极是，妾身无能，不能为夫君分忧解劳。夫君还在为高长恭的事烦心。岂止是烦心，这次高长恭可让寡人丢尽了颜面。夫君威震朝纲，一次小小的失意，那些大臣们不敢说东道西的。倒是皇上就跟先帝一样，忘记了是谁把他们捧上去的。想要肆意妄为，也要看看自己的实力。我倒觉得事情没那么简单，大冢宰府里一定有细作。那夫君打算怎么处置青索？不会杀了他吧？妇人之见，你忘了当初送他进大司空府的目的了吗？那夫君的意思是？现在有个人是越来越琢磨不透了。夫君是指四弟？他放着当今的皇上不去讨好，反而整天窝在我的大冢宰府。尤其是今天，你看他情真意切为青索求情的样子，不知道的人还真以为他跟青索情深意长呢。可是青索和四弟感情不是很好吗？他们只是在人前做做样子。四弟今日看似为青索求情，实际上是为了给我一个台阶下。我本来还想让你看紧青索，现在看来，四弟一个人就够了。夫君就这么相信四弟？信不信，就看你怎么做。这是哪里啊？我怎么会在这儿啊？青索姑娘，你可醒了？夫人很担心你，特地派奴婢过来照顾姑娘。宇文邕呢？无尘阁已经修缮完毕了。大冢宰让大司空和严姑娘前去观看，这会儿恐怕在无尘阁呢。那无尘道长真的要留在大冢宰府？是啊，无尘道长是咱们大冢宰府的大恩人，留下来府里有个照应。姑娘，你等一下。那个严婉为什么要杀我？这到底是为什么？头好痛啊！青索姑娘，你怎么了？还是不舒服吗？要不要叫大夫过来诊治一下？我没事没事。对了，姑母她现在怎么样了？夫人已经好多了，鸳鸯一早就熬了粥，特地给青索姑娘也端了一份。谢谢。对了，鸳鸯，在我嫁去大司空府之前，你就一直这样照顾我吗？是，一直都是鸳鸯在伺候姑娘。那从前的我是什么样的？我是2个月前才见到姑娘的，那时候姑娘比现在稍显瘦弱，心情也不那么好。心情？那有现在糟吗？以奴婢看，现在姑娘心情好得很，一点都不像晕倒的病人。我要早知道晕倒之后只能吃粥，我就不晕倒了。鸳鸯，你也知道我患了失忆症，那你可否给我讲讲以前的事情，我的事情？您是夫人的亲侄女，一直由夫人故人在乡下抚养着。后来乡下水灾，夫人才把姑娘接到府上来。再后来，姑娘与大司空一见钟情，便由皇上指婚，嫁入了大司空府。那然后呢？姑娘平时不喜欢跟奴婢这些下人们讲话，却喜欢待在马厩里。马厩？是啊，夫人责备过姑娘好几次呢，可姑娘还是悄悄去马厩，
把自己的点心也带过去给马儿吃。哦，还有，姑娘有张帕子，上面绣着2只萤火虫的，天天不离手，一直带在身上。那，你可知道我告诉你那块帕子的来历了吗？哎，还有那上面除了萤火虫还绣什么了吗？好像还绣着一朵花吧，鸳鸯也记不太清楚了。那帕子姑娘珍贵得很，从来没让奴婢们碰。那花长什么样子？奴婢只记得那花的样子有些特别，其他的就记不清楚了。姑娘，怎么了？没什么。现在是什么时辰了？回姑娘，现在是未时。未时，给。哎，那你就先出去吧。啊，我一个人能行。是。唉，可恨的宇文邕竟然将帕子藏起来了。罢了，帕子不是很重要，重要的是我要想办法离开这里，然后再去与殿下会合。姑娘请回。我不过是闷得慌，出来透透气。唉，出不去怎么办呢？角门，对，这附近一定有角门。哎，原来香雾城那老道士是假扮的。师傅，大师姐求见。呆子，我跟你说了多少次了，在这儿不准叫她大师姐。是。严婉拜见师傅。啊，原来他是香雾城的徒弟。起来吧。谢师傅。这大冢宰府里人多嘴杂，为师不是跟你说过，没事儿别往我这儿跑吗？婉儿谨遵师傅教诲，只是刚得了几件珍品，急于献给师傅呢。这是南海珍珠、西域熊胆和雪山人参，把这珍珠磨成粉涂在脸上，可令肌肤富有光泽。熊胆和人参一起熬汤，滋养凝神，具有由内而外的养颜功效。难为徒儿给为师带来了这么多宝贝，能为师傅做事是徒儿的福分，徒儿高兴还来不及呢。其实这些都是我在自家山庄搜罗来的，我爹让我传话给你，想问问镇魂珠的进展。把手伸出来。这珍珠粉你拿去外服内用，滋养容颜是最好不过。是师傅。这个严婉也有被整到的时候，看他怎么办。怎么了，婉儿？突然脸色怎么这么难看？难不成是责怪为师糟蹋了你的宝贝？师傅恕罪，婉儿不敢。这镇魂珠的事情，为师自有分寸，以后不许再提。倒是你从你父亲那儿
给我拿来这么多宝贝，又是为了什么呢？徒儿的心思还能瞒得住师傅？上次师傅施往生咒之前都肯给我一副解药，现在师傅在大冢宰府已是位高权重，还请师傅给徒儿做主。前段时间大冢宰府上下得了大病，原来是他们惹了事。哼，婉儿，跟为师讲话还绕弯子，直说不就得了？要不是你在大冢宰府两进两出，跟在袁清所身边那么长时间，你都没有找出镇魂珠的消息，这不还得为师出山吗？师傅恕罪，是袁清所2次误打误撞，坏了我的大计，婉儿没能力挽狂澜，是弟子的错。又是这个镇魂珠，这到底跟我有什么关系？你推的倒是干净，到底是袁清所误打误撞，还是你想借刀杀人？婉儿，这个你自己心里清楚。弟子知错。起来吧。谢师傅。找机会，我跟宇文护说，让他把你指给宇文佑。多谢师傅。只是婉儿还有一事相求。哼，莫不是叫为师帮你除了袁清所那个丫头？师傅料事如神，徒儿佩服。你呀，怎么就被一个情字迷住了眼睛呢？不过话说回来，这袁清所到底是真失忆，还是假失忆呢？弟子曾几度跟袁清所交锋，如果他的失忆是假的，以弟子的天分，绝对可以看出来。所以，弟子认为他的失忆恐怕是真的。人可以失忆，也可以找回记忆。师傅有了好办法。过2天，我便陪着宇文护给袁清所下一副猛药，他得意不了多久了，搞不好他还得付出生命的代价。多谢师傅。你陪我去皇宫看看吧。是。这个严婉品味真差，怎么就看上了宇文邕？不过这道人说的，他跟宇文护要给我下的那副猛药是什么？总之不是什么好事。36计，走为上策。是我来早了。啊，殿下，殿下，你快点来吧，带我离开这里，离开这个是非之地。
该给我一个解释了吧？你想听什么？我想听你说，为什么私自出府？为什么穿得花枝招展的苦守一夜？为什么看见我就露出这副表情？大司空什么时候开始关心起我的行踪了？我在你眼里不是可有可无，让你避之不及的吗？我和你的关系，大家心知肚明。好，你倒说说看，你跟我是什么关系？我是宇文护送给你的女人，你怎么可能会真心接受？你怕我监视你，怕我有阴谋，怕我看穿你的野心。你表面上对我不错，可暗地里却放任严满欺负我、伤害我。我根本就不是你大司空府的侧室，我只是你的诱饵，是你的敌人。宇文邕，你要是不喜欢就别要，何必平白浪费人家一生？那你说说看，我有什么野心？是怕被你看穿的？你自己心里清楚得很，现在反倒来问我。我累了，我不想跟你纠缠。等了一个晚上，怎么会不累？你不想跟我纠缠，我倒想跟你纠缠。我什么也没等，我等什么了？你到底想怎么样？我想怎么样？你说我想怎么样？你不是自以为很了解我吗？你走开！你都知道些什么？又为什么不去告诉你姑父？袁清锁，你对我怎么样，我心里很清楚。你果然跟以前不一样，竟懂得用这招欲擒故纵来吸引我。好吧，我就配合你一下。欲擒故纵，贵在恰到好处，纵得多了，反而适得其反。你说什么欲擒故纵？我根本就没那心思想着怎么对付你。你以为你是大司空，所有人就得为你花心思讨好你吗？你未免也太自信了吧！你既然不喜欢我，既然这么讨厌我，为什么还留我在身边？放我走吧，我答应你，我走了之后，绝对不会再回来。让你消失有很多种办法，可是现在不是时候。你当我大司空府是什么地方？岂容你说来就来，说走就走？宇文邕，你别逼我！袁清锁，是你在逼我。如果你刚才不说那些激怒我的话，或许我还可以放你走。可是现在，除非我点头，否则你这辈子都别想离开大司空府。你放手！放手！我放了手，你等原本我还以为殿下会来带我走，哪知一夜之间得到的全是相反的答案，一切都成了噩梦。殿下，你可算回来了，情况怎么样？敌人大军已经到了边境50里范围内，李将军按照吩咐已经调兵遣将，正在教场等候。长公，事不宜迟，需马上发兵。换马，备甲。是。长公，陆羽，来不及多说，我想让你派人帮我跑一趟长安城。长安城。对，我本来答应青锁，昨夜子时在长安城西大门等他，可我生命难违，所以我来不及告诉他，就返回了大齐。我在返回的路上，为了躲避关卡和宇文护的追杀，浪费了很多时间。陆羽，我必须上阵杀敌，所以青锁姑娘，对，这次把兄弟们救出来，多亏了青锁姑娘。好，你放心，我一定会告知青锁姑娘。可是你已经耽误了和青锁姑娘相见的时间啊。青锁不在大冢宰府，就在大司空府。
只求能找人见到青锁，替我告诉他，我并非不守承诺，实在是情势所迫。等我处理完战事，我立刻回去接他。洛云，要还当我是你表兄的话，就不要去。明月兄，表兄，长公，长安城可是敌国的都城，洛云一介弱智女儿，怎么能应付千军万马？你为了元清所可以付出一切，可是洛云不行。表兄，就因为是一介女流，才不起眼。我乔装打扮，混进长安城应该不难。我不准，夫人也不准。夫人让我给你带话，情况紧急，长公势必会让你去通知元清所。他若你帮这个忙，夫人从此不再认你这个媳妇儿。洛云，不是你去，你派名亲信前去即可。你去太危险，千万不要。殿下，马备好了。云姑娘，凤儿，快帮我准备一匹快马。云姑娘，你要去哪儿？长安城。长安城？大将军不是说不让您去吗？殿下也只是说请您派人去，您自己去太危险了。凤儿，没有多少人认识青锁姑娘，为了长公，再危险我也要去。我一定要尽快找到青锁姑娘，我不能让长公分心。青锁姑娘，大司空让奴婢过来传话，说马上就要开宴了，请姑娘过去呢。元清锁呀，元清锁，你怎么竟然憔悴成这样？宇文邕看到我这样，一定很得意。我不能再任人宰割下去了。宇文邕，等着瞧。寡人已经上报皇上，封道长为护国法师，圣旨不日可到。那贫道就恭敬不如从命了。青锁参见姑父姑母。看你气色不错，病全好了吗？多亏夫君悉心照顾。啊，对了，道长，我常听人说起，大司空面相不凡，必定不是凡夫俗子。确有此事。那么敢问，这是怎么个不凡法？这大司空天庭饱满，地阁方圆，其实小女子也懂一点点面相。这面相看起来好像是帝王之相，至贵之容。哈，怎么会呢？这帝王之相可不是凡人能有的。青锁妹妹，这话可是大不敬啊！要照婉儿看，大司空虽然风流倜傥，可要说帝王之相，帝王之相，我可没说。夫君只是相貌端正，想来只是福泽深厚罢了。你这侄女可越发厉害了。
让我管也不是，不管也不是，倒让道长看笑话了。贫道也不是外人，只是青锁姑娘，你双目含情，长了一双桃花眼。虽然青锁姑娘不是那倾国倾城，却也注定会碰到多情的至贵之人。这次府中生了怪病，还要多谢道长施以援手，鼎力相助。来，这杯是寡人敬你的，请。请。大司空姑娘。怎么，刚才伶牙俐齿的，现在没话了？还是又在打什么歪主意？好一句帝王之相，至尊至贵，你以为凭你几句话就能影响我南威吗？有没有人说过，你确实长了一张俊美非常的脸？不过，这么一张俊俏的脸背后，却藏着一颗肮脏的心。把话说清楚，我的心怎么就脏了？你的眼神确实跟以前不一样了，是什么让你改变了？就因为你等的人没来？宇文邕，别以为我不知道你一直在耍我。那天晚上，我悄悄离开大冢宰府，你明明就已经察觉到了，你还假装睡觉，好跟上前来看我做了什么，想找机会来嘲笑我是吗？被你发现了，还是说你变聪明了？快告诉我，那天晚上到底去等谁了？我谁也没等。你把帕子还我，你得说话算话。想岔开话题啊？少给我装怂！你等的人没来，才又想起跟我要帕子，薄情寡义。君子一言，驷马难追。你难道想出尔反尔吗？那要看你的表现。你也答应过我，要乖乖听话。我不会再相信你了。你会那么好心吗？快点把我的帕子还给我。那可能对我想起过去很重要。我不能这么糊里糊涂的活着，更不想参与你们的勾心斗角。既然你认定本司空没那么好心，那我也不知道那个帕子去哪儿了。你拖住我，无非就是为了镇魂珠，但它根本就不在我身上，所有人都在冤枉我。对，我知道了，是你在陷害我，我讨厌你。我怎么会陷害你？我怎么舍得陷害你？刚刚那老道说你这是桃花眼，还真是恰当。终究我也是个男人，面对着这样一双桃花眼，又能把持到几时呢？你放开！你放开！你宇文邕，我告诉你，我从来没有对你动过半分情，从前也没有，现在也没有，以后更不可能有。你明知道我的一切行动，可你并没有告诉宇文护，为什么？因为你表面上虚与委蛇，实际上你跟宇文护根本就不是一条心。我今天所做的一切，无非是想告诉你，我知道宇文护一直在提防什么，也知道你在掩饰什么，他随时可能会对你起疑心，就像你随时可能下手把他除掉一样。你在威胁我？真是笑话！别瞎想了，在我的眼里，你只是诱饵。诱饵的使命就是哪怕牺牲自己，也要完成主人的任务。诱饵永远威胁不到主人。松口！婉儿，你怎么来了？哦，我只是在大冢宰府里到处走走。对不住，打扰二位雅兴了。
那我先告辞了。你这里没事吧？我不知道我哪来的那么大的恨意，也许是身世未明，身陷危难的孤妻无助，也许是因为兰陵王的失约。总之，我将这股仇恨全部宣泄在了宇文邕的身上。下一步我该怎么办？现在至少已经警告了宇文邕，搅动了这潭水。接下来我应该到哪里去寻找我的身世呢？青锁姑娘刚才和大司空演的那出戏真是不错呀。道长，都看到了。不但看到了，还找到了这个。我明明放在房间枕头下，你怎么搜我的房间呀？大冢宰命令贫道彻查府中怪病的原因，贫道不得已而为之。看来这枚戒指是青锁姑娘的心爱之物啊！你还我！嘿，姑娘，我还你可以，但是要回答我一个问题：镇魂珠在哪里？镇魂珠？大家都知道，在新婚之夜，青锁姑娘出了点意外，失去了记忆。可是，即便如此，我也还想请青锁姑娘好好想一想，镇魂珠到底在哪里？你认为我的失忆是假装的？假装不假装，贫道不知道。不过贫道知道，即便是失忆之人，在万分危急的时刻，也总会想起过去的事情。你想干什么？明人面前不说暗话，贫道只想要镇魂珠。如果青锁姑娘执意不肯，那么可能会大祸临头。到时候你失去的不仅仅是这枚戒指。我确实不知道镇魂珠在哪里，不过道长来到大冢宰府的方法和目的，青锁倒是一清二楚。哦，说来听听。之前府里的人生病，就是你那乖徒儿严婉下的毒。之后道长就来到府里，假借一碗符水治好了大家的怪病。其实这碗符水里头已经下了解药，凭此道长便可以在大冢宰府里呼风唤雨。我倒是一直不明白，像道长这样面相不凡、气质脱俗，本是不该贪恋这些富贵浮云之事。现在我才知道，原来道长要的是镇魂珠。青锁姑娘真是冰雪聪明，玲珑剔透啊！可是青锁姑娘，你知道此事似乎也晚了一点，因为我已经和宇文护达成共识。恐怕你再把这些话跟大冢宰说，大冢宰也不会相信你。贫道奉劝姑娘，还是乖乖说出镇魂珠的下落，否则姑娘会过上生不如死的日子。我现在过的就是生不如死的日子啊！青锁姑娘，你就那么不顾及自己的性命吗？原来我这条命这么重要啊！为什么大家都想要我的命呢？不过我元青锁只有这一条命，你想要的话就拿去。怎么，舍不得杀我？是怕杀了我就再也找不到镇魂珠了吧？不过我倒是很好奇，道长已经是护国法师，可为什么还要找着镇魂珠呢？贫道得到镇魂珠，当然贫道也有自己的用处。只是姑娘与其把镇魂珠交给别人，不如把镇魂珠交给贫道，
也许这样会免去很多无谓的牺牲。那既然这样，青锁就把镇魂珠交给道长。这镇魂珠确实在大冢宰府，我已经把它放在了那里。你，来人！道长，吩咐下去，袁青锁就是下毒的人。我放开我！走！放开！干什么呀？你，大冢宰，你看看这枚戒指。50，不过是一枚普通戒指。这确实是一枚普通的戒指，只不过贫道在这戒指上发现了毒药粉的残渣。戒指很适合藏毒，只要将戒面打开，就可以神不知鬼不觉的将毒药放在水里、饭里，甚至空气里。而这枚戒指是贫道在青锁姑娘的房间里找到的，这应该是青锁姑娘的随身之物。青锁，你的戒指上怎么会有毒粉？现在我就算说，这毒不是我下的，大冢宰府生病的事与我无关，还有用吗？袁青锁，你就不怕你姑母伤心吗？大冢宰息怒，青锁姑娘可能年少无知，被人唆使也未尝可知。无尘道长，真是太可惜了，您来得太晚了，要不然我也会请你尝尝这可以发了怪病的毒药。袁青锁，你这样做是故意跟寡人作对。青锁不敢，青锁忘记了过去，成为了别人的棋子，别人的诱饵，被摆布，被抛弃，我却完全不知道这其中的原因。与其这么活着，还不如成全了道长。来人，把这个不知天高地厚的丫头给我押下去。姑父，谢谢你。走，走。进去。主上。是。寡人不是跟你说过，你只是寡人的棋子，如果你完不成任务，你就是弃子。大冢宰，既然已经知道无尘道长在撒谎，却依然要把我关起来，看来大冢宰是真的要把我当成弃子了。你这么聪明，那你就猜猜看，寡人想说什么，想做什么。青锁不知道大冢宰如何想，我只想要回自己的戒指。哦，你身陷囹圄，不顾自己的安危，却想着那枚戒指，可见那枚戒指对你有多么的重要。只可惜，那是你下毒的证物，没有那么容易回到你手中。青锁斗胆，青锁想与姑父做个交易。哼，果然斗胆。不过寡人喜欢快言快语的人。说。我负责找回镇魂珠，姑父负责找回我真正的身世。你的身世？对，只要姑父将我的真实身份据实以告，我必定找回镇魂珠，双手奉上。你根本不分辨毒不是你下的，故意让我把你抓进牢房，就是想置于死地而后生，还是你投靠了宇文邕，再跟他一块儿演一场好戏？我的命都已经是你的了，难道你还怕我逃跑了不成？好，寡人就把知道的都告诉你，看你有什么本事找出镇魂珠。你是2个月前来到大冢宰府的，
2个月前。寡人已将你的身世全盘告知。至于镇魂珠究竟在哪里，你还是好好想想吧。可是，我还是没能把以前的事情想起来。不急，你还有不到1天的时间，去想镇魂珠究竟在哪里。行刑是明天的5时。行刑？对，斩首示众。如果你想不起来，就逃不过弃子的命运。不是我不救你，是寡人从来不留没用的人。姑父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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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大冢仔！明天5时就要行刑，我到底该怎么办？宇文邕他会救我吗？兰陵王，只要我能出去，我第一个就要去找殿下问个清楚，为什么失约？可我还能出去吗？大司空，请。皇上，四弟，你来了。朕听说青锁被宇文护关押在密牢，明日处斩，罪名是下毒。是。这个宇文护到底想干什么？千军万马放跑了俘虏，放跑了兰陵王高长恭不说，朕对他已经仁至义尽。他现在居然把矛头指向了青锁，指向了大周的大司空府，皇亲国戚。是。皇上稍安勿躁。你想想，袁清所是谁的人？可是大冢宰印鉴的人啊。四弟，你也认为袁清所该当除斩？臣弟愚钝，现在还没弄清楚大冢宰到底想做什么。一个失了忆的弱女子，怎么可能会有理由下毒？他与大冢宰府有什么深仇大恨？四弟，当时您也在大冢宰府，依您看，这个毒是不是青所所为？皇上是想救他，宇文护无非是要对付你我兄弟。既然是你我兄弟的事，就不需要去伤害无辜。皇上，小不忍则乱大谋。朕连一个女子，朕的弟媳都保不住，还有何颜面去当这个皇上？能不能救他，那就只能看袁清所的命了。皇上，答应臣弟，有所为，有所不为，江山为重。知我心者，四弟也。主上，夫人好像很伤心，在房里哭了一整夜，没有其他动静。一步房门都没出过，也没去看袁清所。是的，一步门也没出过，连饭菜也是鸳鸯送进房里去。看样子，夫人是在等主上回去，好为青锁姑娘求情。宇文邕呢？大司空在见过青锁姑娘之后，就回到客房里看书了，没有任何动静。继续看着，直到明日行刑为止。主上真的要处斩青锁姑娘？她死不死，要看她的运气。运气好，把以前的事情想出来，找出镇魂珠交给寡人，她就不用死；否则，弃子无用。属下不明白为何要杀掉青锁姑娘。青锁姑娘虽然是失忆了，可是总会有一天想起来。如果杀了她，那所有的真相不就无人可知了吗？你跟了寡人这么多年，怎么这点事情还要寡人说清楚呢？宇文玉、宇文邕，包括寡人的夫人，以及天下想得到镇魂珠的人，谁不将目光盯在袁清所的身上？
寡人明日要杀袁清所，必定是天下大乱。寡人就是要用袁清所的命，找出每个人的破绽。主上高明，原来主上使的是一箭4雕的好计。其一，看皇上对主上是否有举动；其二，看大司空对主上是否忠心；其三，对于夫人们，主上可以分辨出夫人最近的变化是否有意外之意；其四，把这趟水搅浑了，这样就可以趁机查出镇魂珠的下落。这样袁清所死的才有价值。好像走错了路，怎么在半山腰上？哪条路才是去周国的？哎，叫我们埋伏在这里，说是打击高长恭的救兵，怎么等了半天就来了个女的？你又不是不知道，只是提防高长恭有救兵而已，来个女的更好。上！你们想干嘛？干嘛？不要碰我！我是兰陵王的未婚妻子，是未来的兰陵王妃。谁敢碰我，兰陵王不会饶过你们的。你是兰陵王的王妃，那我就是兰陵王。我没骗你，兰陵王不会饶过你们的。等等，我看这女人不是一般的女人，没准她说的是真的。先把她交给叶护。为什么？这女人我要了，她又逃不了。等叶护亲自审问清楚再给你也不迟。带走。不要碰我，放开我！放开我！你们放开我！放开！快！放开我！快走！快！参见叶护。这次突厥大军出其不意袭击齐国，抢到了不少的奴隶。现在居然抢到了这么漂亮的女人，看来我们这次真是不虚此行啊！启禀叶护，这女人说她是兰陵王的女人。不要碰我！我是兰陵王的准王妃，你敢动我，兰陵王一定会来找你的。兰陵王，你可知道说谎的下场？兰陵王会来救我的。哼，兰陵王，他若来便罢，他若不来，我会让你生不如死。撤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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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现在是什么时辰了？刚才究竟是梦，还是说我找回了以前的记忆？那镇魂珠真的是被我偷走的？我当真是元清所吗？等等，连宇文护都说我是2个月前才出现在这儿的，也就是说，他们所有人说的话当中，都有2个地方是一样的。第一，镇魂珠确实在我手里；第二，大冢宰夫人从前并没有提及到我这个侄女，也就是说，我是2个月前突然出现在府里的。所以，除了我是宇文护的棋子，奉命到大司空府去盗取镇魂珠这个身份之外，那我真正的身份又是什么呢？不，我不能这么死了。还有谁能救我出去呢？对了，严婉。告示：范副元清所于大冢宰府下毒，毒人害命，并勾结齐国兰陵郡王，挟其逃窜。证据确凿，判决今日午时斩首，以儆效尤。要处决大司空府的侧室？她不是才嫁给大司空没几天吗？怎么就处决了？大冢宰府可是他的娘家，他怎么可能向大冢宰府下毒呢？兰陵王可是咱们大周朝的敌人，怎么会协助兰陵王逃跑？就是说就是啊！哟，我还以为妹妹在牢里吃不上喝不上呢，看来姐姐这番心意算是白费了。大司空送的，怎么，你羡慕啊？你喜欢就拿去啊。当我是什么？剩饭冷菜，谁稀罕？那如果剩下来的是人呢？想必姐姐就不会不要了吧？你，姐姐是专门来看我的吗？当然，不然呢？不然，就像那天晚上，在大冢宰府的后花园，你拿着匕首问我是交出镇魂珠呢，还是交出宇文邕？然后在我晕倒之后，假装好人把我送回了房。当时四下无人，就算我说给别人听，别人也不会相信。平时举止文雅的严婉姑娘，竟然会做出这样的坏事。你怎么突然变聪明了呢？我倒是觉得是你变笨了。你啊，好久啊！看来姐姐是明白我的心呀。哼，好妹妹，就算你再聪明，过2个时辰，你就会变成冤死鬼了。出战告示都已经贴出去了，你以为你还活得成吗？那也就是说，2个时辰之后，你跟你师父香无尘就将永远都不知道镇魂珠的下落啦。你想起了镇魂珠藏在哪儿？你既想杀了我，又想抢我的夫君，我为什么要告诉你啊？只要你说出镇魂珠藏在哪里，我就有本事让你活下去。相信你？别开玩笑了。不过，看在我们姐妹一场，你又给我送来美酒佳肴的份上，我送你件礼物。这个礼物嘛，就在大司空府的杂物间。杂物间？你怎么会把礼物放在杂物间呢？都什么时候了，你还有闲情雅致送我礼物？该不会是一个陷阱吧？人常说，人之将死，其言也善。反正我是诚心诚意的告诉你了，信不信由你。元清所，你别得意。你以为只有你一个人知道镇魂珠在哪？
就算只有你一个人知道，那又怎样？大冢宰已经下了命令，他要你死，恐怕整个大周国没人能让你活。哼！能不能救我的命，就要看那是真的，还是只是我的梦境了。殿下，你为什么没来接我？你的心里究竟有没有我？你知道吗？要是我逃不过这一劫，那就只能下辈子再跟你相见了。站住！大冢宰府又有人病倒了，大司空让我过来拿些药材。好，阎王姑娘，请。怎么这么大酒味儿？哎，醒醒，醒醒！怎么会这样？要上断头台了，还醉得不省人事。不管他是真醉假醉，立刻给我带走。是。快起来，起来！快点！我要喝酒，我要喝酒。喝酒。主上，青锁姑娘好像是喝醉了。老兄，这怎么看？听大冢宰的，大冢宰叫你砍你就砍。是。主上，青锁姑娘这个样子，卑职根本没有机会询问她有没有想起什么。她必然是想不起什么，才想出这个办法来拖延时间，赌一把寡人到底会不会杀她。那今日，不管他耍什么花样，这个人我杀定了。夫人，夫人，这可怎么办？午时马上就要到了，夫人还没醒。今天熏的什么香？怎么这么香？公子，真的不去刑场？杀人有什么好看的？今天杀的可是袁清锁。美酒当前，你这话可大煞风景。公子小心！出去，出去，都出去，都给我出去！快点，出去，出去！下去吧。吴雪公子还真是镇定啊！你就不怕我会削掉你的鼻子？仙子还是能爱开玩笑。吴雪哪是淡定，分明是有些愚钝。想来惭愧，吴雪自幼只知享乐，未能尽得家门真传，真是丢了诸葛家的脸呢。仙子怎么只有你一个人？香无尘呢？你们不是双进双出，如胶似漆吗？他有他的事。镇魂珠，难道你不想要？吴雪自知无能，不敢趟这趟浑水。吴雪公子，明人面前不说暗话，镇魂珠再现，必是一场腥风血雨。谁能笑到最后还是未知。四大护法各自为政，如今香无尘已然和我联手。要是再能加上吴雪公子你，仙子真是抬举在下，在下只想马放南山，过自由自在的日子。吴雪公子，你这番托辞可不甚高明啊！不想趟这趟浑水，那你何不在你的小春城逍遥？何必来至长安城呢？我诸葛家的小春城就在周齐两国边境。西至长安，东至邺城，吴雪都是常来常往，怎么就偏偏今日不能来吗？哦，
看来吴雪公子是不知道宇文护今日将要处斩元清所了。这跟我有什么关系？仙子请放心，就算有朝一日仙子拿到了镇魂珠，得到了青鸾镜，吴雪也断断不会跟仙子捣乱。吴雪只想待在小春城里，过自己逍遥的日子。人世间跟我妙无音有关系的，只有2种人，一种是朋友，一种是敌人。吴雪不会是仙子的敌人，仙子的敌人恐怕另有其人吧。哼，谢了。仙子慢走。公子，我们真的袖手旁观，那岂不是让妙无音仙子争了上风？看戏，看戏，对，一场好戏。临头还要耍我，这里的每一寸地方我都找遍了，哪里有什么东西？我要赶紧回去，看看你死得有多惨。主上，你怎么来了？你怎么还坐得住？青锁夫人马上就要被处斩了。那我能怎么办？难道兄长会听我的？皇上已经下了圣旨，要赦免青锁夫人。什么？快备马去刑场。是。主上，时辰快到了。袁清所到底在打什么主意？现在还是不行，赶快把他弄醒。是。这是哪儿啊？这是断头台，送你归西的地方。啊！可我明明记得是晚上，怎么一下子又到了白天？你少装模作样。姑父，我好饿，能不能给我一个馒头吃啊？都到了断头台上，还想吃馒头？你真的不怕死吗？我怕，但是我更怕饿。你是真怕吗？那你为什么面不改色？我怕得要死，可是我觉得有姑父在，我不会命丧于此啊。寡人若是执意要杀你呢？那姑父难道就不想等等颜婉姐姐吗？也许她有要事要禀告，这下毒之人并非是我呢。你想拖延？没有，我怎么敢拖延着不去死呢？我只是不想让姑父后悔。好一个后悔！寡人倒想看看，寡人让你死，谁能让你活？主上，馒头来了，给他吃。好香啊！
吃完了这个馒头，你就好好走吧。圣旨到！圣旨到，大主宰请接旨。黄工人辛苦了，请到后面喝茶休息。多谢大主宰。大主宰，下毒案另有隐情，黄工人还没宣旨呢。皇上圣旨是这么说的，皇上分明是让寡人不要徇私舞弊，认真监刑。何必多事？皇上的旨意，大主宰必然了若指掌。是。黄工人，请。请。袁清所，你可认命吗？就连皇上都改变不了姑父的想法，我只有认命。只要姑父不后悔，我死而无怨。刀下留人！撤！兄长，兄长，请看在小弟的薄面上，将青锁从轻处罚。怎么个从轻处罚？小弟以后会把青锁仔细看管起来，让他交代出幕后指使。哦，原来他有幕后指使吗？这，我知道你心疼他。女人嘛，为兄不会亏待你的。石真刀，行刑！兄长。刀下留人！主上，案情有新的发现，这是证据。很好，找到真正的凶犯了。主上，正是他。给大冢宰府下毒的是他，给高长恭通风报信的也是他。主上，证据确凿，此人已在上面亲自画押。砍了！殿下，不好了，云姑娘好像被突厥兵抓去了。什么？啊！陆云被突厥兵抓去了？是啊，隐藏在突厥军营里的细作传来的消息，有一队突厥兵今天在山路上抓了一名女子，那女子自称是殿下的未婚妻。成功。报！进来，启禀殿下，突厥派来使者向殿下传递消息，请。是。参见兰陵王。免礼。不知突厥叶护有何见教？我大突厥叶护抓到了郑洛云姑娘。据闻郑洛云姑娘是殿下的未婚妻，是又怎样？此时郑洛云正绑在大营的柱子上，大突厥叶护要殿下明日日落之前筹集300匹锦帛、500匹骏马和500名奴隶来交换。否则怎样？哼，如同此物。这是洛云的银簪。我告诉你，你要敢动他一根汗毛，我让你们突厥人活不过今晚。请回去告诉你们叶护，孤立即筹集物资，跟你们换人。是。长公，你真打算用物资换取洛云？这是缓兵之计，我们要尽快击垮突厥大军，救出洛云。莫非
你有了计策。什么时候动手？就在今晚。着火了！着火了！着火了！一虎，小心地方，以防有诈。是。你们俩看着他，其他人跟我走。快！闪开！长工，你快走，小心！高长恭，呵呵，你终于出现了，倒要看看你今天的真面目。就凭你这点人，也能困得住我？上！高长恭，我饶不了你！洛云，长工，长工，洛云，我不放弃，你们一定要！殿下放心，三面结界，他们跑不了。殿下，长工，保护殿下！殿下受伤了，保护殿下！快！救命！夫人，陛下，陛下，我这是在哪里啊？这是大司空府。夫人，你总算醒了。大司空府？这么说我没死，我还活着。夫人福大命大，死不了的。哦，对了，皇上得知夫人被无罪释放，派人送了好多滋补佳品过来。当时夫人还在睡着，连恩都没谢呢。没想到皇上这么关心我，当时还下圣旨免我一死。是啊，我们下人都说呢，皇上真是个好皇上。夫人，您都醉了一整天了。我明明是装醉的，没想到居然真的醉了。凭我的酒量，不至于啊。哼，一定是那个严婉不知道给我喝了什么东西。幸好不是毒酒。哎，对了，陛下，这府里是不是有一间放杂物的屋子，里面有一些破椅子、烂盘子之类的？有啊，就在后院。带我去。哎，夫人，您可不能去。为什么？那个主上怕夫人闯祸，就把门窗都给锁了，只有主上有钥匙，主上不允许，夫人不能出去。哎，夫人，夫人，夫人，宇文幽，你放我出去！你放我出去啊！夫人，小心手。没事吧？主上，皇宫那边已经传消息过去，想必皇上会放心了。大冢在府那边呢？没有动静。没有动静。没有动静就是最大的动静。连日来，皇上屡次驳回大冢宰的朝政建议，又在大冢宰要出斩元清所的时候下旨相救。想必此时，大冢宰肚子里一定窝了不少的火。你安排下去，全府上下一定要小心谨慎，不能出一丝一毫的差错。是。主上，夫人已经醒了，说要见你。告诉她我没空。她说见不到主上就不肯吃东西。宇文幽，当心手，放我出去。